孙耀庭这辈子第一次穿警服，是在1900年。那年他23岁，从关内跑到关外，身上只有一身破衣服和一块当干粮的饼子。他在关内参加过2次乡试，都没考上。第2次落榜那天，他在贡院门口站了很久，看着那些兴高采烈的举子们走出来，忽然明白了一件事：这条路他走不通了。他爹在老家种地，他娘纺线，家里供他读书读到20岁，已经倾家荡产。他不能回去，回去就是再欠一屁股债。他听说关外有钱挣，就跟着一伙闯关东的人上了路。走到哈尔滨的时候，身上最后一个铜板都花光了。他在码头扛了3天麻袋，手上的血泡破了又长，长了又破。第4天，一个俄国监工走过来，看了看他的手，又看了看他的身板，说了一串俄语。旁边一个翻译说：“铁路要招华巡队，管中国人的事，你干不干？”孙耀庭问：“管什么？”翻译说：“管中国人打架、偷东西、欠账不还。俄国人管俄国人，日本人管日本人，中国人归你们管。”孙耀庭想了想，说：“干。”他穿上了华巡队的制服，说是制服，其实就是一身黑布衣裳，胸前别一个铜牌，上面刻着俄文。那身衣裳比他在地里干活时穿的强多了，至少是新的。他站在镜子前面看了看自己，觉得有点陌生。他读了10几年书，考了2次功名，最后穿上一身俄国人发的黑布衣裳，去管中国人的事。华巡队的规矩很简单，俄国人说什么，你听什么。华巡队的队长是俄国人，副队长才是中国人。遇到俄国人跟中国人打官司，华巡队负责把中国人抓来，交给俄国人审。遇到中国人跟中国人打官司，华巡队自己审，但判决要俄国人点头。孙耀庭在华巡队干了12年，他从巡警干到巡长，又从巡长干到小队长。12年间，他见过太多案子：中国人偷俄国人的东西，俄国人打中国人，日本人跟中国人抢生意，朝鲜人和中国人为了半亩地打架。每一种案子背后都有一种权力在较劲，而他夹在中间，像一根别在2块石头缝里的楔子。他慢慢学会了看脸色，俄国人的脸色，日本人的脸色，中国商人的脸色，地痞流氓的脸色。他学会了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，在什么人面前低下头，在什么人面前挺起腰。他学会了不站队，因为站队就意味着被另一头碾碎。有一年冬天，一个俄国军官的马车撞翻了一个中国人的豆腐摊，军官连车都没停，扬长而去。摊主跪在碎豆腐前面哭，孙耀庭站在旁边看着，他什么也没说，但他记住了那辆马车的车牌号。第2天，他趁着巡防的间隙找到了那个军官，他用磕磕绊绊的俄语说：“您昨天撞了人。”军官说：“撞的是中国人。”孙耀庭说：“中国人也是人。”军官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发作，也没有道歉，但他从口袋里掏出1块钱，扔在地上，说：“拿去赔他。”孙耀庭弯腰捡起那块钱，没有还价，他把那块钱放进口袋。当天晚上，他找到了那个摊主，把钱放在他手里，说：“这是赔偿。”摊主问他哪里来的，他说：“是有人给的。”他没说那块钱是从地上捡起来的，因为有些事说破了反而不好。在华巡队的那12年里，孙耀庭还学会了一样东西，俄语。他学俄语不是为了升官，是因为他发现，如果不会说俄语，在华巡队里就永远是个听差的。他每天记3个俄语词，用树枝在泥地上写。他学了2年，
终于能听懂俄国监工的大部分指令，又能说一些简单的句子。他的俄语带着一股山东腔，但俄国人听得懂。有一天，俄国队长在训话，说到一半卡住了。孙耀庭顺口把队长想说的一句话用俄语补全了。队长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，说：“你小子行啊。”从那以后，队长对他客气了不少。孙耀庭后来想，这世道就是这样，你想站着说话，就得先学会别人听得懂的语言。有一年开春，一个中国女人抱着孩子来报案，说她男人被俄国人抓走了，关在铁路拘留所里。她不知道犯了什么事。孙耀庭去打听才知道，她男人在铁路货场捡了几块废铁，被当成偷窃抓了。孙耀庭去找俄国队长说情，队长说捡废铁也是偷。孙耀庭说那几块废铁不值几个钱，他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要养。队长看了他一眼，说那你去担保他。孙耀庭说好。他签了字，把那个男人保了出来。男人出来之后要给孙耀庭磕头，孙耀庭拦住他，说不用磕头，以后别捡废铁了。男人说不敢了。孙耀庭说不是不敢，是别捡了，要捡也捡点值钱的。男人笑了，孙耀庭也笑了。那几年，孙耀庭保过不少人，他保过偷煤的，保过打架的，保过欠账的。他在俄国人面前一次又一次签字担保，而那些被他保出来的人，有的后来发达了，有的又进去了，但孙耀庭不后悔。他说能保一个是一个。1912年，民国成立了。消息传到哈尔滨的时候，孙耀庭正坐在巡房里喝茶，一个巡警跑进来说：“大人，大清亡了，现在是民国了。”孙耀庭端着茶碗的手顿了一下，然后把茶喝完，说：“知道了。”那天晚上，他躺在床上想了很久。大清亡了，华巡队还在，俄国人还在，这世道变没变？他不知道，但他知道一件事：他干了12年，该变一变了。民国元年，华巡队改组成中国警察署，孙耀庭被任命为道外区警察署长。上任那天，他走进署长办公室，看见屋里挂着一幅旧地图和一张破桌子，墙上那块地方以前挂着俄国皇太子的画像，现在画像摘了，露出一块颜色深一些的墙皮。孙耀庭站在那块墙皮前面看了一会儿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画像，那是他在关内读书时藏起来的孙中山像，他一直带在身上。他把画像钉在了墙上，然后他又找了一张中东铁路地图，钉在孙中山像的旁边，两幅画并排挂在一起，左边是民国的理想，右边是满洲的现实。孙耀庭看着那两幅画，觉得他们就应该挂在一起。道外区警察署长，听着风光，实际上是个什么活？孙耀庭上任第1个月就明白了，这是个走钢丝的活。道外区是哈尔滨的中国人聚居区，但同时住着俄国人、日本人、朝鲜人、犹太人。这片地界上有3套法律在打架：俄国的领事裁判权，日本的治外法权，中国的司法权。俄国人在道外区犯了法，中国警察不能抓，要交给俄国领事馆；日本人在道外区犯了法，中国警察不能碰，要交给日本领事馆。中国人自己犯了法，俄国人和日本人却都有权来插一手。孙耀庭每天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案子。有一天，一个俄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在街上打起来了。俄国人喝醉了，把中国人的摊位掀了，还打了人。中国人报了案，巡警把俄国人抓回署里。孙耀庭刚坐下，俄国领事馆的电话就来了，放了。
我们有领事裁判权。孙耀庭说：“他打人了。”领事馆的人说：“打的是中国人，不归你们管。”孙耀庭挂了电话，坐了一会儿，让人把俄国人放了。他放了人之后，自己掏钱赔了那个中国人的摊位钱。巡警问他：“署长，这钱该你出吗？”孙耀庭说：“不该，但我要是不出，他就白挨打了。”又有一次，两个中国商人为了生意闹到署里，孙耀庭审了半天，还没审完，日本领事馆的人来了，说其中一个商人在日本有生意，受日本法律保护，这个案子要移交给日本方面。孙耀庭看着那两个人，一个是他认识的，一个是日本人的关系户。他把卷宗合上，说：“移交吧。”那天晚上他回家，坐在炕上喝闷酒。他媳妇问他怎么了，他没说，他媳妇也不问了，给他盛了一碗饭。他干了3年署长，头发白了一半。民国4、5年间，哈尔滨的世道又变了一次，俄国的革命爆发了，沙皇倒了，哈尔滨的俄国人一夜之间分成了两派，一派拥护布尔什维克，一派反对。他们开始在街上互相指认，互相告密。孙耀庭的警察署成了两边都要利用的地方。布尔什维克派人来，要求他帮助逮捕白俄分子，白俄分子也派人来，要求他保护他们，不受布尔什维克的追捕。孙耀庭两边都没有答应。他说：“我是中国警察，只管中国人的事，你们俄国人的事，你们自己解决。”两边的人都不满意，但都没有办法，因为他确实只是中国警察。那段时间，哈尔滨的街上很乱，枪声时有发生。孙耀庭晚上巡街的时候，总能听到远处传来零星的枪响。他走在路灯下面，影子被拉得很长，他手里攥着警棍，心里想的是，这个世道什么时候能有个头？他有一个习惯，每月的初1、15，他会去到外的关帝庙上香。他不求发财，不求升官，他只求一件事：平安。他媳妇问他：“你一个警察署长，怎么还信这个？”孙耀庭说：“我不是信这个，我是求个心安。”他媳妇说：“不心安吗？”孙耀庭说：“这世道，谁心安过？”1919年，5·4运动的消息传到哈尔滨，街上的学生举着旗子游行，喊着口号。孙耀庭带着巡警在街边看着，没有上前驱赶。一个巡警问：“署长，要不要管？”孙耀庭说：“管什么？人家是学生。”巡警说：“上头说要是闹事就抓。”孙耀庭说：“上头还说别的呢，你听吗？”那天学生游行了一下午，孙耀庭在街边站了一下午。学生走完了，他回署里，把那面墙上的孙中山像擦了一遍，然后站在地图前面看了很久。孙耀庭其实不是那种激进的人，他读书的时候见过义和团，见过洋人烧教堂，见过官兵抓人，他见过太多所谓的大事业，最后都变成了老百姓遭殃。他不太相信口号，但他相信一件事：人应该活得像个人。他给手下巡警定的规矩只有3条：第一，不随便打人；第二，不随便抓人；第三，收了钱要办事。这3条规矩他定了以后，自己先做到了。他从来没有收过人家的黑钱，也从来没有冤枉过一个好人。他有时候不得不放走坏人，但他从来没有抓错过好人。有一年，一个巡警收了商铺老板的钱，把人家的竞争对手抓了。孙耀庭知道之后，把那巡警叫到办公室，关了门，说了他一个时辰。那个巡警出来之后，把钱退了，人也放了。孙耀庭说：“你可以骂我，但你不能砸我的招牌。
我这招牌立了10几年了，靠的就是不冤枉人。那几年，孙耀庭还管过一件让他印象很深的案子。一个俄国老太太报案，说她存了一辈子的首饰被偷了。孙耀庭问她什么时候丢的，她说是3天前，放在柜子里，今天打开没了。孙耀庭问，都有谁知道你的首饰放在哪里？老太太想了想说，只有她的女佣知道，那个女佣是个中国姑娘。孙耀庭把女佣叫来问话，姑娘一口咬定没偷。孙耀庭看了看姑娘的手，又看了看她的鞋，他说，你把这3天去过的地方说一遍。姑娘说了。孙耀庭听完，点了点头，让她走了。巡警问，署长，您怎么不审了？孙耀庭说，不是他偷的。巡警说，您怎么知道？孙耀庭说，他说这3天去菜市场去了2次，去了教堂1次，还去河边洗了衣服。他的手是干净的，但他的鞋底上有教堂院子里才有的那种红砖土。如果他偷了首饰，他应该先想着怎么藏，或者怎么卖，不会还有心思去教堂。巡警说，那谁偷的？孙耀庭说，去问问老太太的邻居吧。结果真的是邻居偷的，一个俄国老头趁着老太太出门时撬了锁。那案子破了之后，巡警问孙耀庭，您怎么知道要问邻居？孙耀庭说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偷东西的人不会先想到去教堂。那案子在道外区传了很久，人们说警察署长是个神探。孙耀庭听了只是笑笑，他说，我不是神探，我只是看的戏。1921年，一个日本商人在到外区开了家铺子，雇了几个中国工人，不给工钱，工人来告状。孙耀庭派人去查，查完，他拿着证据去找日本领事馆。日本领事馆的人说，他是日本侨民，受治外法权保护。孙耀庭说，他欠的是中国工人的工钱。领事馆的人说，那你去日本法院告他。孙耀庭站了一会儿，说，好。他回去之后，真的把案子写成了状子，托人送到了日本法院。日本法院受理了，判了那个商人付清工钱。孙耀庭拿到判决书的那天，把判决书贴在警察署门口，让全街的人看。有人问他，署长，你赢了？孙耀庭说，不是我赢了，是道理赢了。1922年，孙耀庭遇到了一件让他记了一辈子的事。一个中国巡警在街上抓小偷，小偷跑进了俄国教堂的院子里，巡警追进去，被俄国神父拦住了。神父说，教堂是俄国的地盘，你不能进来抓人。巡警说，小偷是中国人。神父说，这里是俄国教堂。巡警没办法，回来报告孙耀庭。孙耀庭听了，穿上外套，亲自去了教堂。他站在教堂门口，对神父说，神父，小偷是中国人，抓他是我的职责，教堂是您的，我可以不进去，但您能不能把小偷交出来？神父想了想，把小偷交了出来。那天回去的路上，巡警问孙耀庭，署长，您怎么知道神父会教人？孙耀庭说，我不知道，但我跟他讲道理，他要是讲道理，就会教。巡警说，他要是不讲道理呢？孙耀庭说，那我们就再想别的办法，办法总比没有强。他当了20年警察，从华巡队到警察署，从巡警到署长，20年间，他处理过几千个案子，大部分案子都不大，小到2个女人抢一个摊位，大到杀人放火。他记得每一个案子的结局，但他记不住每一个案子的过程，因为太多案子，最终都不是靠法律解决的。
而是靠条件，靠人情，靠他这张老脸。他媳妇有一次问他：“你这警察当的，天天给人说好话，有意思吗？”孙耀庭说：“有意思。”他媳妇说：“有什么意思？”孙耀庭说：“我要是天天抓人，那叫打手；我天天给人讲道理，那才叫警察。”1923年，孙耀庭55岁，他的头发全白了，背也有点驼。他每天还是坐在署长办公室里，桌上放着一摞卷宗，墙上挂着孙中山像和中东铁路地图。他的办公室里永远备着2样东西：一壶热茶和一盒烟。来的人不分国别，先喝一杯茶，再谈事情。俄国人来，他讲俄国的道理；日本人来，他讲日本的道理；中国人来，他讲中国的道理。他自己心里只有一套道理，但他知道对什么人要讲什么话。有一天，一个年轻的巡警问他：“署长，您这一辈子图什么？”孙耀庭想了想，说：“图个公道。”年轻巡警说：“公道？这地方有公道吗？”孙耀庭说：“有没有公道，得看有没有人肯去争。我不争，就没人争了。”年轻巡警没有听懂，孙耀庭也没有解释。他站起来，走到墙边，把孙中山像上的灰擦了擦，然后对着那张中东铁路地图看了很久。地图上，哈尔滨在铁路的交叉点上，往北是俄国，往东是日本海，往南是关内，往西是草原。这座城市从出生的那天起，就注定要夹在几个大国之间。而像他这样的人，从出生的那天起，就注定要夹在几套法律之间。他伸手摸了摸地图上哈尔滨的位置，然后放下手，转身走了出去。外面传来巡警喊他的声音：“署长，出事了，俄国人和日本人打起来了。”孙耀庭应了一声：“来了。”他走出警察署的大门，走进那条3不管的街。那天俄国人和日本人打起来的起因是小事，一个俄国马车夫和一个日本商人在街口因为谁先过路吵了起来，吵着吵着动了手。俄国马车夫抄起鞭子，日本商人拔出了腰间的短刀。街上的人围了一圈，没人敢上前。孙耀庭拨开人群走进去，他站在2个人中间，先对俄国马车夫说：“把鞭子放下。”又对日本商人说：“把刀收起来。”他说的俄语日本人听不懂，他说的日语不标准，但2个人都从他的语气里听出了意思。他是来管事的。俄国马车夫说：“他是俄国人，轮不到中国警察管。”孙耀庭说：“你在我这条街上打架，就归我管。”日本商人说：“你没有权利管我。”孙耀庭说：“我没有权利管你，但我有权利管这条街。你们要打可以出去打，别在我的街上打，打坏了我的街上的东西，你们赔。”2个人互相看了一眼，又看了看孙耀庭，最后都放下了手里的家伙。围观的人散了，孙耀庭站在街中间，看着他们各自走远，然后转身回了署里。那天晚上，巡警问他：“署长，您刚才不怕吗？”孙耀庭说：“什么怕？”巡警说：“他们一个拿着鞭子，一个拿着刀。”孙耀庭说：“我怕什么？我是警察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说：“再说他们不敢真动手，他们要是真动了手，就是给我递了把柄，那刀和那鞭子就是证据，我可以名正言顺的把他们都抓起来。”巡警说：“那您怎么不让他们动手？”孙耀庭说：“能不打就不打，打了对谁都没好处。”巡警想了想，觉得署长说的有道理。那天晚上，孙耀庭回到家里，他媳妇已经睡了。他在炕沿上坐了一会儿，没有躺下。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，
借着月光看了看，那是他的警徽，铜的，磨得发亮。他摸了摸警徽上的字，然后把它放回怀里。第二天早上，他照常去署里上班，坐在那张破桌子前面，开始处理新的卷宗。墙上孙中山像和中东铁路地图并排挂着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两幅画上。他翻开一份卷宗看了一眼，然后拿起笔开始写。窗外传来街道上的喧闹声、马车声、吆喝声、讨价还价声，几种语言混在一起。孙耀庭没有抬头，他继续写他的卷宗。这条街上的事永远处理不完，但只要他还坐在这张桌子前面，他就一件一件的处理。他这辈子没有做成什么大事，他只是在这条三不管的街上当了20年的警察，处理了无数件不大不小的事，但就是这些不大不小的事，拼成了他的一辈子，也拼成了哈尔滨的一角。那枚警徽在他怀里揣了20年，磨得发亮。他从来没有用它抓过一个不该抓的人，这就是他的公道。其实孙耀庭年轻的时候也想过做大事。他读过圣贤书，圣贤书里讲的是治国平天下。他考乡试的时候写的文章里，满篇都是经世济民的抱负。那时候他以为自己会成为一个能改变世道的人，后来他发现自己连一个豆腐摊都护不住。再后来，他慢慢想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世道不是一天变坏的，也不是一天能变好的，它是一天一天在变的。而他每天能做的，就是在自己管辖的这1亩3分地上，让事情稍微公道一点。他有时候觉得自己很渺小，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很重要。1923年秋天，哈尔滨发生了大洪水，松花江水位暴涨，道外区的低洼地带被淹了。孙耀庭带着巡警，在齐腰深的水里泡了3天。他背老人，抱孩子，把困在屋里的人一个一个背出来。那3天他没有睡觉，警徽在怀里泡了3天。铜都泡绿了，水退了之后，街上一片狼藉。孙耀庭坐在署门口的石阶上喘气，他媳妇给他送来一碗热汤，他喝了一口。他媳妇说：“水位退了。”孙耀庭说：“退了。”他媳妇说：“你这3天没睡觉。”孙耀庭说：“睡了。”在水里站着睡了一会儿。他媳妇没有再说什么，他看了看他泡绿的警徽，说：“这徽章还能用吗？”孙耀庭说：“能用，铜的，越泡越结实。”那枚警徽后来被孙耀庭擦干净了，继续别在胸前。1924年，孙耀庭收到了一封从关内来的信，信是他弟弟写来的。弟弟说老家这2年收成不好，问他要不要回去。孙耀庭回了信，说：“我不回去了，我在这里还有事。”他弟弟又来信问：“什么事？”孙耀庭回信说：“管一条街。”他弟弟不明白，一条街有什么好管的。孙耀庭也没有多解释，他在这里已经住了20多年了，他认识这条街上每一户人家，知道谁家孩子几岁，谁家老人有什么病。他知道哪个路口容易出事故，哪条巷子夜里不安全。他比任何人都熟悉这条街，这条街也需要他。他在这条街上扎了根，像一棵长在石头缝里的树，根扎得很深，风来了摇一摇，但拔不走。1925年冬天，孙耀庭遇到了一件让他差点辞职的事：一个中国工人被俄国工厂的工头打死了。工人的家属来报案，孙耀庭去查案，发现那个工头在俄国领事馆挂了号，受领事裁判权保护，他抓不了他，甚至连尸体都不能扣留，因为俄国人说那是他们的工人。孙耀庭站在工厂门口，看着那些俄国工人进进出出，看着那个工头在里面喝酒，他站了很久。
然后转身走了。那天晚上，他把警徽摘下来放在桌上，对他媳妇说：“我不干了。”他媳妇问：“为什么？”孙耀庭说：“因为我连一个打死人的工头都抓不了，我这个警察当的还有什么意思？”他媳妇没有说话，他把警徽拿起来擦了擦，又放回他手里。他说：“你把这徽章摘了，那谁还给那些人做主？”孙耀庭坐在炕上，想了整整一夜。第二天早上，他把警徽别回胸前，去了署里。他去找了那家工厂的俄国老板，用他的山东腔俄语跟老板谈。他讲了那个工人家里有老婆孩子，讲了那个工头打死了人，讲了中国工人现在都很愤怒，如果处理不好，会有大乱子。他讲了一个时辰，俄国老板最后答应赔钱，并开除那个工头。孙耀庭拿着那笔赔偿金，送到了工人家属手里，家属给他跪下了。孙耀庭连忙把人扶起来，说：“别跪我，我没做成什么大事，只是让他们赔了钱。”家属哭着说：“这就是大事。”孙耀庭回去的路上想，那个工头没有被抓，没有坐牢，但他被开除了，他以后再也不能打中国工人了，这算不算公道？他想了很久，觉得算，不是完美的公道，但算。他后来对他的巡警们说：“咱们能做的，就是在3个国家的地盘上，给中国人争一点公道，争一点是一点。”那年冬天，孙耀庭的头发又白了一些，但他觉得值得。他媳妇后来问他：“你那天晚上想了一夜，想明白了吗？”孙耀庭说：“想明白了。”他媳妇问：“想明白什么了？”孙耀庭说：“想明白了，这条街离了我行，但我离了这条街不行。”他媳妇笑了，说：“你倒有自知之明。”孙耀庭也笑了，他说：“这叫公道。”1926年，孙耀庭的署里来了一个新巡警，年轻人叫小田，是从关内来的。小田第一天上班就问：“署长，咱们的职责是什么？”孙耀庭说：“管这条街。”小田说：“怎么管？”孙耀庭说：“3条规矩。第一，不随便打人；第二，不随便抓人；第三，收了钱要办事。”小田愣住了，说：“第3条，收了钱要办事，这算规矩吗？”孙耀庭说：“你以后就知道了。”小田在署里干了半年，他渐渐明白了那3条规矩的意思。第1条，不随便打人，是因为打人解决不了问题；第2条，不随便抓人，是因为抓错一个人，就毁掉一家人；第3条，收了钱要办事，是因为这条街上的人都信这一条，你收了人家的钱，就得给人家办事，不办事，名声就臭了。小田后来跟孙耀庭说：“署长，我明白第3条了。”孙耀庭说：“什么？”小田说：“第3条不是让我们收钱，是让我们讲信用。”孙耀庭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信？你小子有悟性。”小田问：“署长，您干了这么多年，靠什么坚持下来的？”孙耀庭想了想，说：“靠这条街的人，他们白天骂我，晚上给我送菜，我觉得这买卖不亏。”小田笑了。那天傍晚，孙耀庭站在署门口看夕阳，他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警服，胸前别着那枚磨得发亮的警徽，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他身后是警察署的牌子，前面是那条3不管的街，街上的人来来往往，有人认识他，朝他点头，他一个一个回礼。他在那里站了很久，直到天完全黑了，巡警们陆续下班了，他才转身走进署里。第2天早上，他又会坐回那张破桌子前面，翻开新的卷宗，处理新的事情。
这条街上的故事一天一天继续着。孙耀庭的故事也是，他媳妇说的对，这条街离了他行，但他离了这条街不行。其实他自己心里明白，那句话反过来说也对，这条街离了他也能赚，但他走了，这条街就少了那么一点公道。他不想让这条街少那一点公道，所以他一直在这条街上。从1900年到1926年，从华巡队的巡警到警察署的署长，26年，他一直在。这就是他的故事。三不管的街上有一个讲公道的警察，这个警察的名字叫孙耀庭。